是黃孝奎，是一位水墨畫家。我係歐大維，我係非常之熱愛山水畫嘅創作嘅。我叫馮永基，我係現代水墨嘅愛好者。我係洪海，主要咧就畫山水畫嘅。我中意用水墨去表現山水嘅，而且中意用白描去寫山水嘅。大家好，我係洪輝，我比較中意用比較有概念嘅方法去創作水墨嘅。我係邱榮峰，專注喺水墨嘅研究同埋創作方面。因为我生于重庆、四川，7、8年来香港，一直到我做了一点小生意，经济上比较能够养得活自己了，又开始在业余时间画画。那么你要说什么时候作为专业画家，差不多70岁以后了，别的东西都不搞了，放下来了，那么成为专业画家。所以现在一退休以后就变得365天，差不多天天都在画室。我一直都也喜欢画人物。到了香港以后呢，因为看到我们家对面那个海，我说我们家那个墙那么大了，没挂东西，我来画一个海吧。就这么开始，我就转到画山水画了。我就很简单的表现，我的手法是蛮简单的，就是用线的长短深浅来表现这个水面的光。我看到的这个海怎么表现好，我就用这个什么样的方去试着看。结果一试，我觉得效果还可以，尤其是表现光或者影投影这一类东西。我基本上不做所谓特殊的技巧，就是用最传统、最原始的画。我是最普通的毛笔形了，宣纸还是普通的手宣生宣。比较有特点就是我画的可能因为你一般那个纸大染画了以后就会皱起来，所以有时候这个墨色的深浅，尤其是若有若无的那个，我们画的时候觉得很浅，但是一拖底会深很多很多，那些淡墨啊会深很多，所以有时候我最淡的墨可能是拖完底以后再加上去。就这个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那个技术上比较喜欢的一个方法，从技术上。那么后来因为我当时有一个画家叫冯金松啊，是湖北画院的美术院院长，他看到他就很有兴趣，他就给我起了个名字，他就说你这个叫紫锦寸。我寫嘅山水咧，講落咧，亦都不外乎係崇山峻嶺啦，咁但係有時我係會畫得好簡單嘅，用好簡單嘅方法去表現啲崇山峻嶺，又唔係話因為懶所以簡單，而係都係睇心情我覺得簡單咁樣夠，能夠表達得到啦最緊要係表達自己嘅心境，呢樣嘢先至係藝術嘅真諦，係表達自己嘅。今次中大文物館呢一個展覽已經係一個非常好嘅展覽嗰個藏品非常之精彩。有一張黃向堅《萬里尋親圖》，而我細個嘅時候已經睇過有一張印刷品㗎啦。咁但係當年我所睇嘅印刷品咧係黑白嘅，呢次能夠睇得到真跡咧，就真係好開心。咁譬如講邊個細節，咁我諗翻起咧，佢《萬里尋親圖》有一個平台一個高山上嘅平台咁我嘅四平裏邊咧，我嘅焦墨四平裏邊咧，都有一個平台嘅，可以話受到佢嘅啟發咧咁樣。如果講到皴法咧，籠統地講咧，就係一個表現山嶺嘅一個機理，通常都係咁樣講㗎啦。咁只不過係不
同嘅地理位置就有不同嘅山嘅石紋，或者係佢哋嘅走向各方面唔同，咁因而產生咗不同嘅巽。呢啲巽就係表現嗰啲石紋嘅。我話唔出俾你聽，我用邊一種嘅皴法，或者我係用好多種皴法去結合成為一種，都未定。總之我覺得咁樣好玩，我就咁樣做。創作畫畫唔係一個任務嚟嘅，係去玩一樣好玩嘅嘢出嚟。喺文字上點樣去表達呢個好玩呢？就係有趣，有趣味。如果觀眾覺得有趣嘅話，咁呢個就係佢同創作人呢係產生咗一個共鳴咯。我本身嚟講咧，就有兩種係我自己嘅事業啦。一個事業就係做建築師，另一個事業就係水墨畫啦。水墨畫最重要嘅地方俾我就由細到大，我都覺得對於即係墨同紙之間嗰種咁嘅接觸咧，係一個我覺得好奇妙一個過程嚟嘅。咁儘管我自己響西方受教育啦，我自己都有即係接觸咗西方嘅藝術教育嘅。咁但係揾翻轉頭咧，就係水墨畫俾我嗰個樂趣咧，就係響墨同紙之間嗰個變化，嗰個變化之間咧，係喺控制同唔控制之間而出嚟嗰種咁嘅狀態咧，就令到我有到今天嚟講繼續咁喜愛。首先就係如果我哋大家講皴法咁，好似我今次呢套作品，其實我講緊係整個地球，佢係分5個面嘅，係5拼畫嚟嘅。嗰5拼畫其實係咩？係我簡化咗個地球，當我落咗好重嘅墨或者係顏色去蓋住佢。蓋住當然要做一啲嘅手段啦，係令到佢變形啦。咁變形之後咧，就通過咧一個全日或者係10幾小時之後嘅一個蒸發過程。咁佢蒸發咗之後咧，嗰啲顏色咧或者係啲墨咧，自己就會慢慢凝固啦。凝固就成為咗好多嘅肌理啦。咁呢個肌理可以講又係皴嘅另一種嘅形式。第一啟發咧就係，本來咧如果從我自己個藝術嘅發展史嚟講啦嚇，就係呂壽君先噶嘛，係咪？呂壽君60年代影響我。咁但係從今次所睇嘅作品，即係中大所供給俾我作品，去作為一個參考對象咧，就劉國松老師嘅作品咧係特別強烈嘅。我睇翻劉國松老師對於個技法裏邊嘅追求咧，佢係真係非常非常獨特，同埋即係佢克服咗好多技術上邊嘅問題，同埋產生好多新嘅意念。無論呂壽君或者係劉國松老師，係一邊來自台灣，一個就來自由廣州嚟自香港啊。咁但係佢同香港淵源咁深，亦都係作為我自己一個好好嘅一個目標啦。其實咧，皴法咧係屬於山水畫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咁所以皴法咧，其實係好代表畫家嘅個性啦，同埋畫家嘅創造力啦。因為佢要喺自然，咁所以嗰個皴法咧可以表現畫家嘅個性啦、畫家嘅風格啦，同埋嗰個皴法咧變成咧人哋好容易就發現咧，每個畫家有自己一套嘅皴法。其實咧，好中意用淨嘅線條白描咧去寫皴法。咁皴法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好中意，好似我今次揀黃山嗰啲嚟寫咧。其實黃山好多種皴法，因為佢山個面積好大。喺黃山咧，你可以睇到有荷葉皴啦，有節帶皴啦，有披麻皴啦。其實你喺每個黃山嘅角落咧，你都可以發現好多唔同嘅皴紋嘅。寫黃山咧，其實我就係用自己嘅感覺去寫嘅啊，同埋自己點樣造景啦，你對嗰個山嘅睇法啦，對石嘅睇法啦。好多時山嘅造型其實自己嘅一種造型，不過係借景去表現自己一種特別嘅形狀喺入邊啫。今次展覽咧，其實好難得啦，因為咧文物館
同埋遊街合作咧，一種比較中國傳統山水畫，然後係現代嘅畫家去演繹嘅，從來好少一個展覽咧，好少話邀請嗰個差距分別好大嘅一個好傳統嘅一個好現代嘅畫家去組成一個或者係創作啦，或者係同埋點樣文物館咧，我哋睇咗畫之後咧，點樣經過自己思考啦，或者自己過來啦，自己再創作咧，去表現一種新時代嘅山水啦。所以呢個展覽其實幾特別嘅。因為其實我爸爸係一個比傳統嘅水墨藝術家嚟嘅，咁其實我第一次接觸咧就喺屋企嗰度，咁其實佢屋企畫畫，咁所以其實我就細個就開始見到啦咁樣樣。我諗我睇山水畫，你再講得仔細啲，你話皴法，其實一開始我第一次好有系統要去理解呢一樣嘢嘅時候，係透過即係我同我爸爸之間有一個合作嘅系列，咁我邀請佢咧畫一啲山水範本俾我。然後我喺入邊啦，即係我覺得其實係處理咗我點睇我爸爸，我點睇傳統，我點睇山水呢幾個題材入邊嘅一個嘗試。我睇佢比較多係結合翻我自己成長背景入邊，可能我對某種水墨或者某種狀態嘅某種疑惑、某種質疑，或者有時候某種追求，係一種咁樣嘅方法去睇翻呢一種呢種藝術、呢種創作。咁其實喺入邊，我係嘗試揾到自己或者當代某種角度，點樣可以呼應到呢一個有即係好長傳統、好長歷史嘅一個藝術形式咧咁樣。今次我呢個作品叫山影啦，咁樣咁其實你可以首先見到，其實佢出到嚟第一個感覺，你好似係一個鏡像圖像咁樣。咁呢個鏡像圖像出嚟個原因，其實因為我都覺得呢一種構圖啦，或者呢一種鏡像，其實佢令你有一種自省嘅一種視覺嘅關聯喺入邊，即係你好似望住鏡咁樣，你好似會思考緊好多嘢咁樣。我喺成個今次嘅作品入邊用咗好多點去做嘅。咁除咗用咗點之後咧，仲用咗好多水喺成分入邊去做。咁其實因為我覺得墨點遇到水，其實佢會化開。咁呢個化開嘅過程咧，係一種流逝嘅過程。咁我其實想捕捉到呢一種感覺喺入邊。咁所以其實我就不斷重複，譬如我用好多墨點去點咗入去，然後喺俾水沖散咗之後，形成咗一片灰色朦朧嘅景象。咁其實呢幾樣嘢，我自己對我嚟講咧，都係我點去睇呢種山水題材，對我嚟講其實係一種切入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嘅角度可能用呢種即係可能心理上比較多少少表達我自己情感嘅角度去睇佢，多於一種好具象、好自然嘅一種切入點喺入邊。我嘅作品主要都係以類型嚟分嘅話咧，係接近山水少少嘅。如果以分類嚟計嘅話咧，我大致可以分為3個系列啦。最早期嘅一個系列咧，就係以石造景，咁就係營造一啲即係虛構嘅石，就堆疊成一啲我心目中嘅一啲意境啦。咁第二個系列咧，其實就係利用一啲幾何嘅分割同埋一啲皴破嘅水墨，去營造一啲比較 modern 少少嘅一啲水墨質感。咁主要係處理一個空間同埋時間嘅關係咯。第3個系列就係用翻多啲即係關於傳統嘅筆墨皴法或者係佢哋嘅技法，咁去營造整個意境。咁特別我喺裝裱上面咧就會有特別嘅處理嘅。咁而我今次展覽嘅作品都係呢一類嘅作品咯。其實我主要都係以傳統嘅方式去做呢幅畫嘅，而突破嗰個位咧，我諗就係個構圖方面啦。咁一般以前啲人講，例如三遠嘅構圖係希望喺同一個畫面出現㗎嘛。咁我嘅作品咧就會將3個唔同嘅遠景，即係包括近景、中景同埋遠景咧，就放喺3個獨立嘅畫面。咁我喺裝裱嗰陣時咧，就會故意將啲遠景就會裝喺底度，將啲近景裝喺面度，就形成一種凹凸嘅效果。咁營造出嚟就加強咗一個重心感，即係喜歡將呢種時空嘅過渡喺個畫面裏面呈現咯。